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赵怡翔，吴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吴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吴哥好，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周明玉，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你今天有抢到股票吗？好，那礼拜一跟今天大家都有讲说都是开盘及收盘，对不对？礼拜一是开盘及收盘，因为你卖不掉；今天开盘及收盘，因为你买不到，好不好？那谁说君无戏言的？对川普来讲，朝令有错，戏改又何妨？虽然他不见得认为那是个错，反正就是改了，好不好？那一个晚上政策大转弯，本来前面信誓旦旦告诉你说，就是在昨天中午12点。4月9号中午12点一定实施所有的关税战就是开打，然后到了今天凌晨的时候，突然发现川普就告诉你说，对，因为大家都很有诚意，都来谈这些。好，除了中国以外，那其他所有的国家全部暂缓90天。那这一个宣布出来，你就看到今天的股市是这个样。OK， 好，那比如说股市，所有人要问的是，川普到底在想什么？他背后决策最重要的关键到底又是什么？没得说，现在回到大家一直认为的一件事。美中之间的博弈正式开始，现在就美中两只大象对干。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从头到尾说奉陪到底，一步不退，胜过他们的外交部发言人，连当初毛泽东在韩战的时候，毛泽东讲的所有的话的影片都拿出来，就告诉你说打到底。那中国大陆态度已经是这个样。那对美国来讲，那美国这个地方来讲，是你再加到84，美国加中国加到104，中国加美国加到84，所有人直接这样对看。但是背后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川普为什么要转弯？那各自手上所有的筹码跟武器又是什么？我们今天做一番的盘点，就知道对我们来讲，包括赖清德总统在彭博投书，告诉全世界，当然主要是告诉美国我们的一些具体的做法。为什么在这过程当中，远在阿拉斯加一个 LNG 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合作案，会在整个过程会变得是这么样一切重要，再都显示出这整个这次的决策的过程。是不是真的影响到我们的一切未来？好，那这你如果算一算90天，大概跟我们的大罢免第3阶大概时间也会差不多。那现在大罢免走到了什么样一个程度？这整个过程未来又会怎么样？蓝绿各自盘点35-12，又会出现什么状况？好，一开始来看，一战是这个急转弯。好了，我们就不要再谈股市了，反正就是这个样，今天买不到，好不好？重点是。川普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急转弯？对，还是要讲股市一下，因为根本川普在玩隔日冲跟外线交易啊，他有跟大家讲啊，川普有在讲，大家有没有在听啊 ？This is a great time to buy。直接跟你讲，有半天的时间让你买哦。道琼指数昨天是开黑，然后慢慢的翻扬。最后宣布了这个消息之后，1分钟的时间没有给你时间了，半天的时间你不买，1分钟你就没有时间了，因为他直接宣布，基于中国对市场缺乏尊重，我特此将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直接提高到125%，立即生效。但是呢，其他国家你有来排队的哈，有来讲好话的哈，像赖清德有讲好话的哈，给你90天的时间，可以慢慢的谈，延期到所谓的90天之后啊，这个期间呢收10%啊，所以这个10%就等于是跟各国一样嘛，所以变成是果然之前的32%的冲击降到10%，台股今天就这样子嘛，啊排队买不到嘛，啊礼拜一是这样子嘛，啊排队卖不掉，排队卖不掉嘛，所以变成说，我说川普在玩隔日冲就是这个意思啊。3天的时间，如果他的他如果有一些朋友啦，甚至是美国，甚至我们的国安基金知道的，挺川普的就大赚钱嘛，因为隔日冲，你今天卖掉，你就可以赚了多少的一根停板嘛。所以整个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到底有没有策略在进行这件事，看起来是有哦。事后诸葛是看起来，这个节奏是有的。第一个，他叫大家来谈，大家先来谈。选边站之后，你没有做报复性关税的，我就把你排除在这个所谓的关税的这个增加的之外嘛。其他的70几个国家几乎都没有，但是有一个国家跳进来跟你做报复性关税，那个国家叫中国嘛。你磕我34%，我就磕你34%，然后你磕我34%，川普就说我再给你磕50%，结果中国说你再磕50%，我也给你磕50%，变84%嘛。中国就是你磕我多少。
我就课你多少，就变成84%。不止这样，他昨天如果大家有买债券就知道，昨天的债券的利率高涨，表示债券的价格下跌嘛。谁在卖债券？中国在卖债券，因为他知道川普的问题，美国的问题就是国债太高，利息太高，所以川普你要解决你的国债问题，我就打掉你的国债，报复你的国债，把我所持有的国债倒在市场里面，你的债券下跌的时候，你就得来跟我谈，你不要卖债券嘛。结果川普也不吃这一套，直接说你就是125%，我债券叫谁买？所以他各国谈判代表有说你们也可以直接捐钱给我美国啊。当然不是直接捐钱嘛，意思就是叫你买债，买我美国的国债，而美国国债对于美国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它透过美元的交易，美元是最终的交易一个货币嘛，最重要的交易货币。透过美元的交易，你美元，如果你收了一大堆美元，你要买美国国债才有升利息嘛。这个是美国在超过整个全球金融秩序的非常重要一部分。所以美国国债不能倒，它除了美国国债不能倒之外，它要你扩大投资嘛，它要把非红生产链建立起来，而建立一个非红贸易圈嘛，而给你中国这么高的关税，也给其他国家90天的时间，干嘛？就是要你在中国所有的非红红色供应链全部撤出中国，到其他地区去生产，未来你就不会有这些关税的惩罚，而中国就最惨了。它一方面所有的制造业可能会撤出中国。所有的这些生产会撤出中国，它对于中国的所谓进口的重要的，比如说粮食，它又要采取所谓的高关税，就会导致他们内需市场也价格崩涨，而他们的生产力也因为各国的撤出而不足，所以最惨的就会是中国。所以川普这一战对于中国的贸易战，其实事后诸葛来看是非常的成功的，而台湾当然要避免介入这两大国之间的争议嘛，所以我们为什么谈判代表过去，我们也知道所有的关税谈判需要时间，这90天的时间刚好给我们做好所有的准备嘛，包含今天卓荣泰直接宣布了，我们5月就要报税了，大家都知道5月税收，他马上延长到6月底嘛，给大家多1个月的时间去处理这些，因为贸易上有很多关税要重新报、重新更改，你要去节税等等这些问题，我让报税的时间往后延1个月，再加上所有的包含880亿的稳定产业的基金都必须透过立法院，所以这90天刚好给了所有罢团准备的时间，改变国会结构，大家联署起来。我现在都说联署书买不到股票没关系，去签联署书，因为联署书就是爱台湾概念股啊，签1张你就得到1张哦，所以改变国会的结构，才能让赖清德政府卓荣泰院长有更大的底气去面对整个中美变局里面这个贸易战变局，绝对不是一时两时的，不是90天之后就会解决的，而未来有更多的法案必须通过，有更多的预算必须通过的时候，必须有良好的国会结构。OK。李小龙曾经在驻美，所以对美国包括不管是经济市场啦，或是他们相关的一些人，有一定程度的一些了解。在这个时候，大家要看就是说，好，第一个，当然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投出彭博，那里面也解释了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些的作为。可是大家要了解的就是，川普跟中国之间，表面上看起来一个民主国家，一个独裁，那一个共产国家，各自有不同的武器。表面看起来是关税，但是其实背后有不同的一些武器。尤其对川普这边来讲的话，一个民主国家，我们这几天看到，包括他的一些金主也有跳脚，连马斯克也跳脚，因为所有的人的财富全部都缩水。那他今天自己都说，因为人民有一些不安，这是他为什么会改变一些的原因。川普是因为这些的原因吗？好，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我刚刚为什么讲阿拉斯加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专案？那某种程度，它凸显出的是不只是经济层面，甚或有一些战略意义。为什么？我显然不够了解美国哈，因为如果足够了解的话，可能当时就会参与这个股市的买卖了。但是我1张股票没有哈，对这部分，但我的看法是这样啊。其实老实说，你去看过去川普在处理贸易的话，其实这一整出戏都演过，真的都演过。你想想几个月前加拿大跟墨西哥当时也是说第一时间说要课2%-5%的关税。就大家这个受不了股市也开始跌大家开始说生产链要重组等等等等。
然后结果川普在实施的前一天，他说我暂缓30天，跟现在是不是很类似？这当然是实施后暂缓了90天，但是概念是一样的嘛。我先让你有这个警觉，说我要实施25%或实施这个更高的关税等等，我再暂缓。那暂缓的结果，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跟墨西哥的谈判你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第一个，他给你这个时间积极透过谈判去解决嘛，对不对？他确实，墨西哥跟加拿大利用30天的时间，其实就提出，无论是这个边界的这个一些安全措施无论是要阻挡这个毒品交易等等等等，反正他全部措施提出来。川普看完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的决定说：好，我30天后我还是对你课，但我只对你部分的商品课，比较精准的打击。那课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自由贸易条例没有所属的商品。比较精准的打击。那课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自由贸易条例没有所属的商品，我全部课。但是只要是适用于这个条例，我就不课。好，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精准打击。所以我就说，其实你现在看到这个川普贸易战，你会觉得不确定性很高。但如果你对比过去已经发生过，确实有很多类似的这个参考点，我觉得大家可以仔细去观察一下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为什么此时此刻做了这个决定？好，当然他有过去的一些依据，但是当然也有现实的考量。这现实的考量，其实第一个就美国股市嘛。你看我们台湾股市确实也蛮惨，但台湾股市是2天之内就开始很惨。美国股市已经是从上个礼拜3就在跌了，当然因为我们放清明连假，所以没有感受到。但美国那时候就开始跌了所以跌。你说对于他周边的人，甚至于对美国经济、普遍老百姓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这个有没有构成政治压力？当然有构成政治压力。你知道，甚至于有共和党的参众议员过去很挺川普，都认为说，这个我们要开始仔细审视是不是正确的决策。好，所以这是第一点，股市的部分。第二点，我觉得川普其实自己也出来讲他已经透过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关税的一个威胁也好实施也好，已经迫使各国来谈了。70个国家愿意跟他谈日本优先嘛对不对？一开始50个国家，下面70国家，他们也说日本因为跑得快所以先跟他谈，所以代表说各国已经有谈判的意愿、谈判的精神。好，那我现在谈判当中，我至少塑造一个可以谈判的气氛嘛。我现在去给你实施高关税，或许你谈判大家也谈不下去，所以因此他给一点时间，好，大家让这各国来谈判。第二个、第三个，其实我认为最重要是第三是什么？要清战场。清战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这个所谓的贸易逆差国。川普过去几十年来针对的，其实不是加拿大，不是墨西哥，不是世界各国，况且不是台湾重点他针对其实都是中国，他认为是非公平的贸易手段。他其实你看这整个关税的过程，我相信他最想处理的就是中国。是好，那中国既然这个所谓的这个跌入陷阱里了，陷阱摆出来，他还跟你说你不要反击你不要反击都可以谈，你一反击都不能谈了。好，中国反击了，先反击34%，再反击50%。好，那你川普说我逮到机会了，我本来正想处理你，正想处理几十年了，那你终于让我可以处理，但是我同时跟各国都在打贸易战，我没有办法专心针对你啊。所以我的解读是，好，我先清空战场90天，大家先去谈这个谈出一些结果来都可以，但重点是我好好对付中国。那我对付中国好，但如果我是跟各国一起贸易战的话，我股市可能继续波动。但你看美国股市大致已经回升了，那你回升之后，这就是我跟对付中国的一些筹码跟这个资本嘛。好，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角色相对而言就蛮简单的。所谓简单是什么？好，你现在清楚有90天的时间去谈。好，我觉得赖清德总统在彭博的这个发表的评论，其实写得非常清楚。我们要谈是谈什么对不对？第一个，好，零关税美国对于我们过去台湾有些关税保障不是很开心。好，我们来谈双方都零关税。第二个，我们去采购，这个确实，我们过去台湾其实贸易顺差一直对美国大概是200到300亿之间，是近期才暴涨到先500亿再700亿因为随着 AI 等等的发展，好，但是确实这个导致有一点不平衡的贸易关系，所以我们来采购那采购这涉及到我们待会儿讨论 LNG 的部分。
第三个投资哦，这个川普很重视就业机会，美国产业复兴。好，台积电已经进场，那是不是未来台美之间有其他的投资上可以讨论？哎，赖清德总统讲得非常清楚，不是只有我们投资他们哦，我们也希望美国投资我们。那确实美国有几个大厂也都是投资台湾啊，甚至于是好几百亿美元呐。哦，那再来就是所谓排除这些非关税的壁垒，所以我就说这个总统哦也好，行政院也好，现在你摆出一个态度，我们愿意去谈，而且步骤也出来，而且直接向美方去传达重要的讯息。你知道这个总统啊，他用的 Twitter X 啊，它上面有一则就是说哦，我们台湾不会报复，我们会透过谈判来达成零关税。你知道光这一则是几百万人去读去点阅，甚至于有共和党很多意见领袖来说，你看哦，台湾是展现出愿意合作的精神。好，那最后讲到在 LNG 的部分。为什么这个 LNG 我一定要特别提？因为其实事实上这个是不是新的一件事，已经讨论一阵子。那现在是因为有一些急迫感，是因为美国财政部长已经出来讲说，好，如果台湾、韩国、日本大家共同来谈这个 LNG 计划，也会有助于美国对于关税的考量。那这 LNG 计划到底是什么呢？哦，因为就是主要就是阿拉斯加要发展这个天然气，有一些瓶颈跟障碍。哦，两个瓶颈跟障碍，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它很多的这个产区啊，都是在阿拉斯加的北侧。你要如何将这些天然气运到阿拉斯加的南侧？哦，这是一个问题哦。所以这个第一个你需要投资嘛，投资就是这个所谓的运输管线这些管线嘛，对不对？第二个，你的接收站够不够？阿拉斯加现在显然不够，阿拉斯加现在接收站是完全不够的。好，所以它需要资本的投资。那你资本的投资，如果台湾、日本、韩国愿意做的话，说对美国有利，对，但同时对我们也有利，而且是很大的利。为什么？简单说，我们现在很多能源是来自各国啊，包括中东也有，包括俄罗斯也有。俄罗斯其实早应该取消掉，我老说，还有包括澳洲，还有包括美国。那我先讲美国的部分，过去都是从美国南部休斯顿运出来呢，就来到一个关键了，巴拿马运河。为什么美国上阵子针对巴拿马运河？因为他认为说这个有安全问题、安全考量，中国掌握两个主要的港口，这个可能未来可以限制相关的一些船舰的进出。好，所以我们要经过巴拿马运河，然后再运来台湾。这个地图是日本啊，但运来台湾，大概是3周到1个月的时间跟东京没有差太多了。但重点就是这个是成本考量，这个运输成本高，风险也高。未来如果可以从阿拉斯加运的话，到日本7到9天，到我们这边差不多10天的时间就可以抵达了，而且经过的就是美国、日本，再来就台湾，所以安全化解了。运输成本也减少了，这个供货也稍微比较稳定一点，所以我就说这个 LNG 绝对可以谈，因为相较其他的案例，可能会有人质疑说这是对美国过度有利，对台湾可能不利对台湾有利，对美国不利等等，这个是非常公平的，对美国有利，对台湾有利。所有的 LNG 我们99%本来就进口，所以台湾本来就要买的东西，如果可以跟美国采购的话，我相信这就是非常明智的决定。OK， 一项这个 LNG 这个再拿起来看一下，这一份观众朋友还记得吗？在前几天，老共在军演的时候，他模拟打的一个地方叫哪？永安天然气接收站。那是我们台湾最大一个天然气接收站，大家都知道。现在经过上次3阶、4阶，大家都知道天然气对我们的重要性。我们的储存量大概两周左右，10天左右。所以那个时候，老共这次已经明白讲了，我的模拟目标就是永安天然气，然后他还很得意的讲说，他已经摧毁了目标。所以如果是这个的话，它的战略意义某种程度在另外一个，第一个时间的缩短，对我们来说，好歹天然气来的时间短。第二个，当然有人在讲，如果从阿拉斯加那个地方来，天然气的船如果都用美籍的话，总是对老共来说，他要忌惮一点，他不要公然去打，除非他是全面开干，除非他拒止作战，就是把这个海域整个围起来，告诉说任何船进来我都打，包括你美国。可是如果一这样，等于就是跟美国宣战，所以这个就是在战略上，为什么刚才一翔在讲的时候，它某种程度除了经济上两边是不是有帮助以外，对我们来讲缩短那个天然气的一个时程，甚或在战略上会有另外一个意义。现在看起来的话，美中间你把筹码全部盘起来，有人就直接讲，川普当初直接要对干的就是刚刚一翔讲，他的目标就是一个中国。可是，在过程当中，总是把所有人全部都弄完。现在已经是浮上来，就是美中博弈，就是这样的一个博弈。这个博弈是不是出现我们那时候说过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当有一个大国、新的大国要崛起的时候，原来的大国势必，这就是美中中区一战的概念。但这个战真的是烟硝味的枪林弹雨的现实武力战吗？还是现在？前几天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说，不要再告诉我这个年代没有战争。他说现在这个跟战争有什么差别？只是没有看到枪林弹雨的战争。所以大家讲说，川普已经发动了一次经济上的第3次世界大战，美中之间的博弈。
川普这个地方最大的优势是民主，因为只要你过民主的生活，你都不太想要过所谓的共产或独裁的一些生活。但是它最大的劣势也在民主。但是它最大的劣势也在民主。你有听到中国大陆内部对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有100万人上街头抗议吗？一定不会嘛。当他把毛泽东的影片拿出来的时候，就是在告诉所有的中国人民，这是一场民族大义的战争，跟美国、美帝，他们还叫美帝，跟美帝之间的战争就是这样，从当初一直到现在。那但是对川普来讲的话，他的金主受不了，马斯克受不了，所有的老百姓，美中之间，华人世界。大家这几天在盘点，华人世界有土斯有财，所以中国大陆老百姓如果有一些钱，大部分都买房子。美国人喜欢投资股市，大概5成到6成的人大概都有股票。这样跌下去，不要说美国现场，只要你有股票的，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你大概都疯了，你大概天天在家骂川普，你为什么要这样？美国人也是这样，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川普最大的优势、最大的劣势都出现在这，而这里面，刚才来宾提到，当美债出现在这个里头，会变成一个你永远想象不到，为什么美债会变成在这里面这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很难想象的一些，但问题是它就是出现在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你很难想象美国国债里面持有国，其实美债的持有国，当然第一个是美国自己，但最主要前一阵大概几年以前，中国是美债持有国的最大国，现在是日本。中国持有美债是7000多亿美金，所以当现在中国大陆做2个动作，第一个，他把在纽约的黄金运回来，还记得吗？德国也做了这个动作，做这些动作的意思就是因为黄金储备所有这些量跟你的币值跟你所有的东西都有关系，中国大陆先把几千吨的黄金运回来，我不要受你影响。第二个，他开始抛美债，已经说了500亿美债先抛，如果他7000多亿慢慢全部都这样抛下去啊，对美元长期来以美元为货币的都会有影响。好，川普受得了这些吗？对习近平来讲，他就是你不管叫他强力镇压也好，他就是没有任何民主，你们都不要跟我讲话，就是这样。但对川普来讲，显然他会面对到的不只是这些，他要面对到很多这样一些声音。而现在这样的仗，当美中大国博弈之下，现在看起来，我不晓得，我要是全世界呢？全世界呢？中国大陆一定有影响，因为现在媒体上面有讲，包括要出口的东西，现在算了。大家都干脆不要了，买卖这些东西，你关税一加上去104，谁受得了？对中国大陆一定有影响，一定是个大打击。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除了这以外呢？全世界呢？好，刚才讲到战争啊，现在这个到底算什么战争？我们过去讲，真的有乌俄战争嘛，这个叫做区域战争，地缘政治风险，包括像台海，大家讲说，台海也是地缘政治啦，南海冲突也是地缘政治，代表在这附近呢会卷入。可是川普发动呢，他已经类比到核战争了，全世界180几国都卷，180几个地区，因为有企鹅岛嘛，连企鹅都卷入，而我们台湾在奋战了好几天之后，终于获得跟企鹅对等的最惠国待遇18啊。好，所以搞了半天，你会发现说卷入的也太多了，而且它的范围非常的广。我们先讲台湾呢，之前在讲那个赖索托都有被赖索托也被科重税。对啊，然后在那边受害谁是台商因为是我们之前有朋友牛仔裤是我们在那边做，对，我们去那边投资了，结果现在也中枪。好，所以现在这一局，你当然看说，好，我们今天终于拿到个10%，大家好像谢天谢地谢左谢右，但10%还是很重啊。仔细一想，原来可能只有4%、5%，还是多了个6%，这6%到底要谁出？多6%可不是我单少6%，经济不是直接这样算，你多6%，搞不好就少了20-30%的销售额，因为这个市场本来就是非常复杂，它会有替补的机制。那当然，中国现在104跳125，连中国人都有点难去想说为什么多那21啊？21的原理是什么？川普早上醒来心情爽，我就写个再加21吗？但重点在于说，你会知道它的冲击非常大。大到像什么？以前我们战时有边境封锁，就是我去封锁你的海港，让你所有的船都出不了。而这一波下去，真的产生直接销单都销疯的状况。像在中国的一些出口商，在这下面有提到当他冲破100%、104%的时候，还不是今天125的时候，
他原来那种 container seller 就是专门卖货柜的，他们的集装箱卖货柜的代理商说，他本来一天啊出5、60柜，现在只能卖3柜，直接少的变只剩5%了。那有的地方他说，我一家出口商我就少了300柜，那边烧货船的呢。他直接少，而且不是天天有货船，他可能累计好几天。现在我看要累计更多天的，不然那个船出去都空空的。他说，不只是去美国的受到影响，你去其他国家的也都不见了。为什么？因为美国在质疑那些国家，你是不是帮中国洗产地？是，哇，不得了。那其他国家也说，那你中国的钱不要来，你来的反而我这边会不好解决，我也会可能要囤货，因为美国会质疑我帮你洗产地。这个杀伤面是很大。好，那一旦所有的贸易因为预期心态停顿，就有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啊，他比较担心说，如果真的中美之间它的贸易先完全的停顿，双方断离关系了，形同开战的时候，我对你禁运，你对我禁运，那是不是反而会刺激战争的发生？不要忘了2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呢？有铁禁运嘛，大日本帝国没有碰到，就没有油铁啦。德国也碰到，我就海外的所有的生产线都被断了，因为你制裁我嘛，干脆就打看看嘛，不然呢，大日本帝国还能怎么样？所以就会可能产生战争的风险。那关于这一点，我有特别去问一些军方的人士啊，军方的智库，他们的评估说，要直接大规模开战很难，但是会不会，你既然所有的航运都大幅衰减，那我干脆要不要扩大演练封锁？我封锁台湾海峡，我就一样办演习啊。我不止封了台湾海峡，我连台湾东岸我都封锁。反正我封的时候，我自己也没有传出去啊，变成你的船也出不去啊。我就说我是演习嘛，会不会可能造成这种擦枪走火？这是第一趴了。那当然，后续的还有就是，不是美国对中国加关税，中国也对美国加关税，现在是加到84%，84%影响最大的第一个是大豆。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中国虽然东北有产大豆，可是他们吃的量更大。好，他们从美国进9%，那中国这个是基本上所有蛋白质最基础就是靠大豆，豆类制品嘛，豆类制品要直接加84%。那还有其他还有玉米、小麦啊，小麦是有很多是加拿大，但是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出现一个要注意中国会不会抓洗产地？也就是说，美国的东西直接卖到中国84%，但美国卖给其他国家，然后再转到中国，中华民国，然后台湾再洗产地过去。台湾根本不产大豆，可是突然出现大豆，这种事情你说有没有干过？有啊，龙虾，那澳洲被禁运嘛，然后龙虾卖来台湾，然后就从金门马祖就过去了，就金门马祖突然买了超大量的龙虾，这种事情到处都会发生。也就是说，有些中国人民可能会直接受创，就是他平白无故他买的巴西大豆的价格也上升，因为实际上巴西洗产地。好，再来是不可替代的飞机和发动机。那卖的一定是波音，波音要怎么替代？你找空中巴士，它也不能立刻升给你啊，升给你机师也不见得会飞啊。发动机谁做得出来啊？你要买俄罗斯的吗？所以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有些东西不可替代，所有增加的税都会作用在百姓的身上。那它可能会直接造成，那我买不起，买的量变少了。那接下来中国自己的整体的运作也会慢慢停下来。好，怎么解开这个结？我认为才第一天呢，今天才是第一天，大家都还没有想到办法。好，怎么解开这个结？我认为才第一天呢，今天才是第一天，大家都还没有想到办法，因为大家都还是陷入一个恐慌未知的状况。未知的点就在于不知道川普明天早上醒来又会想出什么新的零能力的数字出来。那个时候，所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推测的东西，又要全部再来一次了。我刚刚讲到，如果要是真的，包括当贸易已经紧缩到这个样子，当能源都受到限制的时候，会不会就会从所谓的贸易战，然后经济战，打到实质战？这就是能够解释。你还记得吗？日本在二次大战初期的时候，当然除了侵略中国以外，他第一时间迅雷不及掩耳打的是东南亚，包括拿菲律宾、拿新加坡、拿马来西亚。因为就是三下凤尾那个东亚之虎，然后直接打下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包括油、橡胶，所有的战略物资特别多，日本需要这些东西。那你没有办法正常状况之下让我拿到这些东西，我就直接用打 ，OK， 就是这个样。但现在看起来的话，某种程度刚刚讲
川普整个政策大改变的背后的很多一些因素，传了非常非常的多。杨明，第一个有人讲，那90天不是今天才蹦出来的、啊，当初有人蹦出来，只是被他们自己的相关的发言人讲说没有假消息，结果后来发现那是个真消息，然后包括大家讲说什么海湖庄园协议，所有这些东西，说实话，连美国的这次他们的财政部啊，还有相关一些代表讲啊什么要暂缓了吗？他们也不知道啊，这个也是搞不好他们是跟我们一样的时间知道的哦。那只有川普，所以所有事情只有川普一个人知道吗？他要想什么他自己干的吗？那个川普他的帽子上面写的 Trump is always right。哦 ，OK， 他讲的永远是对的。是。那当然，现在我必须讲了，现在美国的整个投资圈为什么有一个什么海湖庄园协议，为什么变成那个叫热门关键字？这一篇这个词它是从去年11月那就是这位叫米兰他那个时候他是一个高级这个分析师高级的策略分析师，可是因为这个月他被川普聘为这个所谓白宫的经济顾问他在去年11月写了那一篇的论文，叫做《重塑全球贸易市场》。他写了这一篇41页的论文，里面就是在讲如何，他是用川普的思路来如何重新盘整整个全球的贸易结构。那里面就是讲如何用关税去导致让他认为现在的美元被高估，所以呢，这个货币要怎么重整透过关税战，让各国去谈，跟这个美国去谈这个货币的这个汇率的问题，再来去谈所谓的美债从短期转长期，甚至希望可能有一部分叫做零息永续债。我不给你利息，但是你全部你通通变成直接转成这个，我不用给你利息，但是你要长期持有。我讲这一篇就变成说，因为他现在变成白宫经济顾问了，而当川普开始出手的时候，华尔街的人他们都觉得这一篇可能叫做川普的财经圣经。这一篇应该要了解一下，是不是接下来就会按照这个剧本来走？那当然现在很明显看到川普他受到阻力了。受到阻力，因为这个其实那一篇是整个要把整个国际的贸易的秩序重整，那个要推翻没有那么容易的那就好比像川普他讲的所谓的深层政府那个概念嘛，就是有一些逻辑不是你今天这个抛一个议题就会如你所想，就像刚刚我们讲到的，理论上股市不好，债市会好，对，这是理论，但是呢，这一次居然是股市不好，债市也崩跌。所以他发现，这跟我们想的理论不太一样了。那所以呢，他就得要做调整，所以他的压力也很大，因为他内部其实矛盾越来越多，包括像马斯克跟那个纳瓦罗，对啊，这两个已经骂到多难听了。所以如果连他们团队内部都有所谓的矛盾的时候，那个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要推动，我必须说非常困难。对，因为连美国的现在整个投资的这个分析的市场，他们认为说，这个海湖庄园这个协议因为它是要比照过去1985年的广场协议，最后就是各国你来谈判嘛，最后我们在这个我川普的私人庄园签这个所谓的协议，大家就哇，这个是恭喜恭喜，最后我们共同对付中国大陆。本来他的这个美好的剧本是这样写，可是现在当世界各国真的都能够按照这个剧本演出吗？我想这个才是现阶段全球的金融界通通都在观察这件事情，因为有很多原本应该按照逻辑会发生的没有发生，而川普他在这个时候他也低了头，那当然这90天这个关税谈判，大家都知道他要的不是真的要从关税获得利益，他要的是颠覆美国的很严重的贸易逆差的问题，以及它的货币税率以及美债的这些急迫性的问题，他要赶快利用这一波赶快来做反转。可是我们就光讲一个美债的问题好了。如果我们刚刚讲那个永续零息债那个部分如果有10%，就是现在的美债能够转换成这个的部分的话，它一年就可以多1000亿美元的空间，去做它的财政的规划。对一个政府来讲，我一年多1000亿的美元，它的那个整个财政收支的那种压力就会减少很多。所以现在能不能按照这个剧本走，我只能说
现在大家也都在看，整个华尔街也都在观察，到底川普接下来会不会按图索骥，一步一步去推动这个所谓的海湖庄园。OK， 现在看起来的话，那美中博弈之下，对中国大陆未来会面临到，刚刚我常常讲说，因为包括现在包括出口啦或各方面，你可以想象，未来真的是一个寒冬。但这个寒冬对中国来讲的话，它总会有一些反制一些的方式吧。那要不然的话，不会有像《经济学人》杂志里面讲说，川普最近这一大波的动作，然后搞到最后会不会让中国再一次不是美国再一次伟大，搞到最后会不会变成中国再一次伟大？因为所谓现在看起来的话，我讲，当老共那个地方把毛泽东影片拿出来，他就等于是告诉内部所有的人，这是一场民族战争，大家就是要勒着裤子都要打下去。可是刚讲，其实川普是无差别针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大概180吧，但全部都这样。你就算是有70几个国家排队谈，但是还是有100个国家还在等，还在看，甚或有像中国这样子的。那为什么《经济学人》杂志会说，如果再这样搞下去，会变成中国？因为中国大陆一定也在找谁受不了川普这个拉帮结派，那就站到我这边来，大家都这样干，不是吗？刚刚武哥有讲啊，就是美国跟大陆最大不同是什么？一个是民主国家，一个是民族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思维哦。所以我记得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次发生南海危机，中美那时候被说很有可能中美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那一年我就听到我们去访问大陆的时候，大陆一个军方人怎么讲？他说：“我们才不怕跟美国一战。”好，我们死1万个人哈，死1万个士兵，他都会觉得是为国捐躯。但是美国只要死100个大兵哈，反战声浪就起来了，就会要求停战。所以大陆其实很早就已经摸透了民主，好，它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就是总统啊，他会被这种民生的声音所影响哦。那这一波大家都说是关税战、货币战，战争就要比什么？比子弹，比盟友，就比这2个嘛，比谁的子弹多，谁撑得久，然后比盟友。现在你看，两方就在比子弹呐。比子弹，比盟友，就比这2个嘛，比谁的子弹多，谁撑得久。然后比盟友，现在你看两方就在比子弹呐，好，你30，我50，你50，我84，那我们看双方的市场谁撑得久，这是第一个。那接下来就比盟友了嘛，所以习近平先就开始出来说，我几天前就说，习近平应该找东协国家一起来团结啊，为什么？因为这一次东协国家都被课了很高的关税啊，所以找盟友那。美国也会发现说，那我不是给了大陆机会去找盟友一起来对抗我吗？所以川普可能昨天才马上宣布说，我要精准打击，只针对美国，其他的先暂缓哦。所以2个国家都在做这件事啊，把它当做一个很正式的战场，比子弹，比盟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想没有人会去否认说，川普这一次掀起的关税战太粗暴、太草率啊。昨天美国说，只要第一个不采取报复的，第二个愿意谈的，我们都先降下来。但是这是很荒谬的2个前提。第一个，全世界本来就没有人对你美国采取什么报复型关税啊，在你没有讲这件事情之前，本来就没有。第二个，只要美国你想谈，请问一下，台湾、越南、东协国家哪一个不赶快跟你谈的？所以照理说，你应该是宣布说，我有这个关税计划，但是我给大家90天的时间来跟我谈，而不是像这一次这么粗暴，朝令夕改。没有错，朝令有错，夕改又何妨？但是你这个是第一个，你美国是第1强国；第二个是你把全世界主要国家全部牵扯进来。即便你今天宣布暂缓30天，暂缓90天，全世界的股市通通活血了。可是问题是，之前已经多少损失，全世界的股民已经损失多少，全世界的经济已经受到多少的重创了。所以为什么你要粗暴的去做这件事呢？大家刚刚都已经讲，我们都不是财经专家，但我们都可以看到关税战有这么多弊端。难道你川普在做决定之前，你白宫的经济顾问、美国的金融专家，你都没有先讨论过一次吗？但是你有没有？他很享受那个感觉。对，有没有？他昨天还在镜头前面去模拟那些国家的元首，拜托来跟我谈，来我可不可以让我跟他？他还去模仿 Carl Sagan 那个样，意思就是你看。
我当老穿威武大了，，对，我当就是这样子。老大了，所以这不就是一个很瞎的政治人物吗？美国你是全世界的老大，你是自由民主国家的这个联盟的老大，结果川普一个人就为了享受说大家都来求我了，他每天发推特就是今天又有多少人来求我了，我告诉你们我已经拿到多少投资了，他变成他享受他一个人的这种成就啊，把全世界都玩在手掌里面，这样的情况多可怕！今天很多人就说 ，OK， 他可以朝令夕改，说4月9号绝对不会改变政策。拍谁4月10号凌晨他就改变了。那请问一下，他现在说延缓90天，真的会延缓90天吗？你说他昨天在改吗？会不会9天之后他又跟我改说我不爽，我不想延缓了啊？我决定不给大家机会，谁知道 ？Who knows？ 现在的川普。大家觉得谁能掌握他呢？连美国自己都无法掌握他，连马克思都无法掌握他，所以没有人能够，马斯克都无法掌握，所以没有人知道川普的这个90天，第一个是不是真的90天？好了，我们那一天跟内科的产业座谈其中有一个业者讲得很白，他说我也不在乎32但是这就一个故事，熊追过来谁跑得最慢，谁就被吃。我只要跑过比那个慢得快就好。对，所以你要么就给我们都32，日本、韩国我们都32，那大家竞争力就一样，继续抢单。可是你莫名其妙只给台湾32，结果就变成我们只赢过越南，然后日本、韩国就可以大规模的抢我们的单了。那这叫台湾的企业怎么活？所以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很大的焦虑，就是我配合你，我跟你好，结果还是这样。刚刚民进党一直说，只要台湾愿意谈，只要台湾愿意配合，我们就有机会争取到好的。但是那不是如果那不是假设前提因为台湾一直都愿意配合，一直都在配合。但是结果还是这个样子，这才是我们忧虑的。我会很快回应一下，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彻底的误会，因为我一直提到莫名其妙4个字，其实这个关税计算法一点都没有莫名其妙，它是公开的嘛，对不对？这个后来他们连美国学者都说他算错4倍，没有，那是美国 AEI 有一个部分智库他这样子的揣测了，但事实上白宫他是把整个公式公开出来的，整个公式公开出来，他其实不是吃跑最慢的。他是吃的是跑最快的，所以那个是误会我们是因为去年我们的这个出口量太高了，导致我们的出口量达到729亿美元。你再去除以我们总共跟美国的所谓的贸易额跟顺差，贸易顺差除以这个贸易额的部分，贸易出口额的部分，所以你达到了64%，然后也除以32%，所以这个不是莫名其妙，这是计算方式。但我说各国都一样，不是按照川普的喜好，不是黑箱作业每一个国家有同样的计算法，企业岛也是同一个计算法。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点呢？因为政府你没有办法去因应一个公开的公式，但你可以因应是接下来你要怎么去谈判，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化而为零。我觉得这才是重点所以川普现在给我们90天的时间去谈，那重点就是我们要把这90天好好利用，谈得好。第一个这个关税的算法是不是正确？全世界已经很多人说认为这个关税算法公式太粗糙。但是你可以，对我同意但你可以说这不是但我说的这不是针对性的，它当然有公开，对，这不是针对性的。然后第二个，大家可能不知道是政府采购不算在贸易额里面，贸易顺差逆差，也就是我们每一年如果要跟美国买军购100亿美金的话，这个不算在我们的，一直都是对，所以你美其名你看起来我们好像贸易顺差，可是大家知不知道，其实美国企业有很多直接在海外设厂它直接赚进我们的钱，它还是赚了我们的钱，可是不算在贸易额里面，因为它已经设厂到越南，设厂到我们，就像可口可乐好了，它设厂在我们这边 ，OK， 那它就没有贸易这个算在贸易额里面。可是川普不把这些算进去不把 iPhone 的钱算进去，不把这些美国企业的钱算进去。我觉得现在我们要讲的是台湾要怎么样有力去争取到台湾的。对，你一味去说川普算的对，川普算的公平，那是没有意义的。你不要怪我从来没有讲川普说算的对。我说的是他这个公式是公开的，我说的他没有针对性，这都事实。那至于他算的公平，我认为不公平他没有把这个所谓的服务算进去对，他只算货贸嘛，对不对？他没有把这个军购算进去他没有把政府产，确实我完全同意所以我们可以讨论很久，说公不公平，但那是其次，重点是他没有针对性。既然没有针对性，你台湾没有办法有差别待遇的话，那就是看接下来90天怎么去谈。那如果我们一直这么配合美国，要军购也军购，要开放来租给开放来租，要台积电过去，到最后只换得一个公平，那就是我把你跟其他国家都一视公平，不是吗？那现在那你说军售，关系，我们是全球第一大军售户吗？
也不是沙地军售的比我们高，以色列军售，日本也军售，他们会说，我们军售，所以你不能扣我们货税吗？今天如果莱猪的话，莱猪超多国家都进口，包括加拿大在内，包括加拿大在内，加拿大是第一波的关税，所以我就说嘛，没有错啊，它包括加拿大在内，所以我就说这个可以，我同意，这都是未来要谈判的方向。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我们有这些第一波全球适用的公式，就绝对不能适用于台湾嘛。OK。所以我就说这个可以，我同意，这都是未来要谈判的方向。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我们有这些第一波全球适用的公式，就绝对不能适用于台湾嘛。OK， 接下来小雨，你看刚才那个论证就知道，其实为什么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包括当然你讲赖总统就定调，然后什么不报复啦，什么什么类似这些，你也听到有一些蓝营的一些人物，像譬如赵少康他们讲说，这个时候还要这么软吗？我们就应该直接也要硬起来一点啊！譬如跟中国大陆之间甚或要不要采取报复的一些的方式，都有不同一些的说法。OK， 那当然现在就有人讲说，因为以川普现在暂缓90天，有人说还好那时候没有采报复，是这样吗？那这所有这样一些论证，因为它会影响到当美中大国博弈的时候，我们的态度。那两只大象中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而且我刚刚前面算一算时间。90天3个月，对，跟我们的大罢免那个第2阶、3阶，大概3阶的时间投票，差不多会落在那一段。而那个时间到底处理的怎么样，会不会对于那个时候要投票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包括这次关税战，已经有人在讨论说，对于第2阶段的连署会不会有影响，都会在这里头啊。所以有网友开玩笑说，川普是民进党是绿营的侧翼嘛，刚好对啊，所以给90天，对，就给90天啊，那刚好落在罢免投票的这个部分，这是网友开玩笑的。但是我还是先讲一下，就说不要怀疑这个川普跟习近平变来变去，因为我们双子座就是这样变来变去。川普6月14啊，习近平6月15啊，本来这个幕僚是不是还开玩笑说他们要办一个中美的这个双方的庆生会，现在应该办不成了吧？对啊。没有哦，现在他们川普又说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对，我一边打你，对，然后说你是我好朋友，你是我好朋友，怎么样？打是情骂赛哦，打的其实都是他们的那个好朋友定义蛮怪的。那还有这个有网友有说，那个为什么习近平你要84%，你不是87%再高，87%再高了这样子。好了，总而言之就是双子座这种，我觉得中美2大国掌握在双子座的手里，这个还蛮恐怖，这2个变来变去。好啦，但是我们就双子座嘛，所以这个双子座就多变了哈。那回过头来，今天还有一个很好笑的哦，就是川普还刚刚签了一个行政命令，他就说哈，这个莲蓬头的那个水压要开放。因为他说现在，因为以前是奥巴马时代嘛，就说那个莲蓬头的水压要限制，要省水。他说不行，我这样子哈，我的那个洗澡，我这个要洗太久。他说按照那个水压的话，他说这样子我的头发、我的秀发没办法那个打湿什么，不让他很开心的洗澡。所以他说他那个莲蓬头现在要把那个水压给解除，让美国的领域再度伟大。他是真的签了一个行政命令啦，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其实蛮疯。但是他讲是这样讲，但是事实上他是要开放这个家电的规格啦。你未来不止马桶嘛，马桶你就不用再省水规格嘛，那你还有包括洗衣机啊这种省水规格，所以你就知道川普执政下面他有很多的一个多样性啊。那回过头来我要讲的是说，你针对国内哈，当然针对川普到底会不会变来变去，国内一定有他的这个因应的机制。可是我会认为说，比如说像卓荣泰，你第一时间就先找了朝野好来协商。当然啦，你可以说那个协商到底有没有一个什么一个结果？可是朱立伦是到今天他才要召集蓝白说大家来。就是说来讨论一下怎么样的因应。可是你就说你朱立伦到今天才来讨论，会不会有点太慢？因为你前面的一些刚刚像武哥讲的，就前面的一些放话哈，就是当然有翻车的啦哈。譬如说像赵少康，刚刚不是讲赵少康吗？赵少康其实他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媒体人，他现在当然他曾经选过副总统嘛，对不对？而且他现在是战斗蓝的主帅。那他当时在第一时间他就讲说，我们要停止台湾一切对美的投资，他包括什么？你要把这个台积电投资啊、联电投资都驳回嘛哈，还说那这个甚至要这个要开放中国的市场啦哈。那这个徐宇珍更夸张，徐宇珍就说我们应该要建议赖政府要对美抗议就算了，还要进行报复。那当然罗志强你说他冷消微嘛，他就说那我们就要来罢免川普，后来被骂就赶快收回了哈。那还有王宏威就说这个什么
之前卓内阁不是说880亿哦来这个振兴来先来挽救一下，然后但是王宏威就说880亿太多了哦，这个浪费纳税人的钱啊。但是朱立伦啊，朱立伦说不止880亿，他就880亿不够，要2000亿。那我刚刚举了这么多的意思，就是说，那你现在国民党内这么多的声音，那像今天啊，很多人都去灌爆了这个赵少康的脸书嘛，像很多人也去灌爆了老柯的脸书。这是两样情啦，因为你可以说事后诸葛嘛，那老柯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精算出来，他就算到说这个关税只有10%，那当然很多人就开始写什么道歉信，像之前跟职棒跟那个经典赛那个棒球一样，就很多人写道歉信，那今天很多人跟老柯写道歉信，就封老柯为股神，那包括那个。赵少康也很多人去灌爆，所以包括当然今天很多这个你说可以说绿营啦，他们就赶快做了一个像什么选对的路啦，选对的路就选对的人走对的路，这个是赖清德当时竞选的口号嘛。那反讽就是说选错的人跟中国一起。125啊，就是说，如果你要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站对中国那边的话，站对中国，对像赵少康那边，然后我们要去投资中国的市场什么什么的，那这个当然就是125，这是网友最直接的一个讽刺。可是我必须讲了我是说。我就是客观的讲说，你说蓝营有一些新生代，像这个蒋万安这些人他们这几天包括北基桃也发了一些共同的声明嘛那我要客观的讲说，他们还是有提出一些他们想要中央地方携手同心协力来度过这个难关。那他们有提出一些比较具体的措施，我觉得该鼓励要给人家鼓励。他们认为说，比如说你可以规划减费减租啦，进行利息补贴啦。那他们今天也蛮有诚意的去参加了行政院会。可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说，他们有一个啦有一个说要办美商品的一个采购会，那光是你这条就被很多人笑那你说要办商品采购会，那我不如我去 Costco 买就好了。那现在美国要对台湾是等于说他希望你，比如说采买能源采买军购这种比较大规大宗的，你可以去平衡这个贸易的一个逆差。你办商品采购会，你要办几百箱，你要买几亿年的这个卫生纸，你才够去平衡这个贸易的这个逆差，所以当然这一点会被人家笑。可是我要讲的是说，像蒋万安这些年轻的精英，他们有提出一些他们自己具体的想法，可是我觉得比较可惜，就被赵少康这些人言论给盖过了。那当然了，就是说赵先生他是不是思想比较回到过去，也有代表说国民党内比较传统的一些人，你想到什么样的？只要解放，你就想到中国；想到解放，就想到中国。那这个只要这个不爽美国，美国有什么事情我们就进军中国市场，我们跟中国合作，跟中国站队中国游客来，我会觉得说。如果你一面都只是说跟中国站队这个言论的话，我会觉得比较可惜像蒋万安这些人的言论就会出不来。好 ，OK， 接下来呢？接下来那个美中之间大国的博弈会出现什么一些状况？看起来两个国家是直接对上了，而这个对上在未来整个世界的贸易会变成怎么样？那一定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那除了这个以外，刚才为什么要请教小玉？就是因为这跟大罢免之间的风潮，包括一言一行，现在35-12，在这个接下。第二阶段的时候，每个被挂在上头的立委一定都希望能够降低自己的仇恨值，因为第二阶段没有什么投不投票的问题，只有联署的问题。那到第3阶段如果进了，那没得说，那当然就直接大家就打热战了，就是这样。可是现在在降低仇恨值，不管蓝营绿营，被挂在上面的人一定都是这样想，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发言，包括行为举止上面，是不是如果出现了一些让大家有争议的地方，会不会产生不利的一个地方？譬如说。在蓝营来讲，所谓的大家争议性或仇恨值比较高，被列为比较高的几席，譬如说像巧芯啦、洪薇啦、傅耕萁副总召这些地方，那某种程度怎么样去降低这些？但是，今天巧芯出现了一个不应该出现的一个错误，而这个错误他今天公开道歉4次道歉，会4次道歉，你就知道他也觉得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什么样的错误？让你先看一下，来。因为外交部刚好有2位同名同姓之人，那导致呢我们误植其中一位常任文官的照片以及职位，那造成当事人的困扰。因此在这里我要先向外交部以及该常任文官以及何先生和他的家人表达最深的歉意。那昨天呢，我也向林佳龙部长就此事联系，那清楚地表达我的歉意。我想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说错的人呢，就是说错的人。那误用了他的照片呢，我感到非常的抱歉，所以在此呢，也向您以及这个何先生及其家属再次的表达歉意。好，巧芯4度的道歉，那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他显然也知道
不太应该发生这样的错误，尤其最近出现的几份的民调，在他的选区里面，包括积极的投票率，包括罢免的意愿性，可能都蛮高的。所以对这个节骨眼，在这个时候，你想这个时候出现这个，某种程度来讲很伤。我本来没想到我生平看得到这一幕啦，就是徐小新真的是弯90度来这个道歉。其实我对于他愿意道歉，我其实给予肯定。是，但事实上这个错误真的是非常严重，严重到我不太确定他道歉社会大众可不可以接受。但更重要就是这位他这个误认为是间谍的家属，会不会能接受？因为他的太太很生气，非常生气。他太太在Twitter上面发文非常生气，因为他太太应该是他的选民了所以他的选民，所以因此他就说这是为什么要罢免徐小新，因为他认为说今天发生在他们家身上，未来可能发生在你家的状况，其实都有可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徐小新真的会，我觉得感到危机了，感到危机，因为这件事情会确实我觉得惹毛非常多他自己选民的人。但是我先回顾一下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好，先讲一下，民进党确实有非常严重的间谍案，这个我觉得不用去否认它事实，而且我认为应该再去查，因为我担心的是什么？这可能只有冰山一角，过去查不到嘛，对不对？那你现在开始逐渐去查，可能真的会找到，可能甚至于不止民进党，其他的党派也好，甚至于在立法院过去很多助理可能涉及到机密的资料，但是没有相关安全查核，这个其实未来都要去谨慎的防备哈。但先讲就是说，确实民进党有这个间谍案，那这间谍案其实本来涉及到就是3个人嘛，对不对？3个人的名字我就不带列，但重点就都是民进党属于比较党工性质的人呐。那后来当然就涉及到其中一位就是说总统府的这个咨议，这总统府咨议叫吴尚宇，这个是公开的部分。那后来徐巧芯就把这个几个部分呢，再去整理到是不是涉及到另外一位何姓的这个同仁。那何姓的同仁，好，这就重点来了。我个人曾经跟这2位何姓的我都认识，我都认识。Okay. 那2个人是截然不同的，是完全不知道。我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个错误，除了同名同姓之外，你要怎么去把这个2个混为一谈？因为这个常任文官直接在立法院，我在这强调，跟徐巧芯本来要案子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在立法院公开的国会殿堂，他的照片，他的名字。被徐巧芯带出来说他是中共间谍，这是多严厉、多严重的指控。过去因为这样子的指控，可能会被枪毙的。这是多严厉、多严重的指控。过去因为这样子的指控，可能会被枪毙的。过去威权时代，如果有人暗指你说你是中共间谍，搞不好先毙了再说。那你现在你在国会，你做这件事情，你要有100%的信心，你要100%的证据，那你徐巧芯你没有信心，没有证据，违反个人隐私，误指一位非常用功的外交部常任文官同仁，说他是中共间谍，然后你在国会殿堂说，你这个人你现在如果你把他名字打进去。你搜出来全部都说中共间谍有关，他未来一辈子他在常任体系里面，你说他这个是不是打击很大？这个谁能接受？谁能承受啊？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这个徐巧芯这件事情得罪了？我觉得不只是他个人，不只是他家属，甚至于是很多他选区的人，就是因为怎么会有一位立法委员这么不小心的可以去毁坏一个人未来的生涯发展？所以这是他。的这个何姓外交官员，他的太太发的声明，他声明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罢免徐巧芯？然后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今天发生在我们身上血淋淋的栽赃这个陷害，明天就会发生在一般的平民老百姓身上。这句话大家听了应该有感吧？当时外交部长、国安局局长多次跟徐巧芯在国会殿堂说，你可能是有这个找错人哦，应该不是这个人哦，这个国安局局长一直还被骂，当时还被马文君说，这个徐巧芯查资料、公开资料有什么问题？国安局说，这个是个人隐私问题，而且况且有可能是错的人。外交部林部长说，你可能是找错人了。徐巧芯硬冲，说我这都公开资料，为什么不能找？为什么不能揭露？为什么不能公开？好，你现在知道了吧？因为你涉及到不确定的事情，你涉及到栽赃人家的事情、污蔑人家的事情。你至少应该先有我说的不是100%，120% 的掌握嘛。好，
所以我最后只是做个结论，就是说徐小新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大罢免，虽然我也不是要说直接一定就是这跟大罢免有关，但是难免这对大罢免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这是不分蓝绿的，没有人希望被栽赃。你不是蓝，你是蓝是绿，没有人希望被说你是共谍。你今天徐小新每天立法院说，为什么人家可以骂我这样子，说是地下党员啊，中共地下党员，我非常愤怒。你说人家你是共谍，对不对？没有人可以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徐小新的罢免案，尤其在这位核心外交官员的太太这样子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声明之下，我觉得这个难免会继续，而且会变得说，可能本来大家还想说，到底这个选区会不会过，可能也没有但可能但我觉得现在大概不会有人怀疑这一点。对，一晨好了，那其实一开始讲的是，那巧芯愿意要道歉认错，这个基本上绝对要肯定。但是以前因为他的作风上面，大家不讲蜜獾吗？是，然后神党杀神，佛党杀佛，类似这些。那最近出现了一些的民调，显然对他来说一定会有压力。而这件事情出来以后，那不只是雪上加霜，会不会是压垮骆驼最后稻草？对，徐小新有仇必报嘛，加倍奉还。包含这件事情，我都觉得他叫做见猎欣喜。为什么叫见猎欣喜？因为吴钊燮当初外交部的泄密案，外交部长是谁？是吴钊燮嘛，就是吴钊燮把这些资料相关，现在再交给检调调查嘛。所以他为什么昨天我质询国安局说我是不是共谍？他其实也在担心这件事啊，但是不能针对个案去跟你做报告嘛，也不可能对立委不应该针对个案去做质询嘛。所以国安局长他还限定国安局长说1个礼拜要交给我，我到底是不是共谍啊？国安局长绝对不会讲，但是罢团可能会1个礼拜公布他到底有没有达标。我要讲的是，你作为一个立法委员，你怎么可以针对个案，而且还是涉及事件来对国安局长进行质询呢？这已经是违反了立法委员应该做的事情嘛。而这件事情更夸张嘛，这件事情不是物质照片啊，叫做见猎欣喜。看到这个名字，我都去查外交部，到底有人哪一个人啊？就是结果是找错人了嘛。结果那个人之前只不过是吴钊燮的一个助理，现在也离职了嘛。结果你因为找到名字之后，去欧龙谁斗，就是误植了整个的姓名，指控了错误的人，而这个人他刚好就那么恰巧。就是你的选民，我今天碰到罢团同台，他还说他们有签联署了。这个老婆，这个妻子就是何先生、何太太已经签了罢免联署书，所以他才鼓励大家说，我们一定要进行联署罢免徐小新啊，因为他自己都签了，而且他还带朋友去。他现在你看他会不会变罢团的志工，每天在揪人在罢免徐小新？他其实原来就是对，原来就已经是罢团志工，那现在一定更愤怒嘛。而且我说了，徐小新说真的也不差这几份了啦。好，以目前为止，徐小新在台北市的仇恨值，那因为是罗志强的达标门槛24000分比较低。而且其他你看徐小新、王宏威其实都盖牌李彦秀也盖牌，他们不太公布是为了冲后面的联署数嘛。那但是我要讲的是，徐小新2阶段被罢免的危机这么重，所以他今天因为被罢免的危机才公开道歉。过去我们有看到徐小新在道歉了吗？我只看到秦慧珠阿珠姐跟徐小新道歉，为了这件事情，我还觉得为秦慧珠抱不平呢。哪有长辈讲了事实的话，然后跟徐小新道歉的？所以整件事情，徐小新是因为他自己被罢免的危机感，所以才产生这个道歉的事件嘛。他真的叫做真心道歉吗？我跟大家讲啦，假设没罢免成功，徐小新继续做立委，他马上绝对这些人加倍奉还，因为这才符合他的蜜獾性格，有仇必报。OK。所以前一阵子有台有做一个巧芯的民调，那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警讯，就是如果真的要投票的话，其实那个几率是高的。那这2天又出现了一份民调，47.8%赞同罢免巧芯，然后37.7%反对。如果罢免进入投票阶段，69.6%表态会去投，那26.1%表示不会，预估整体投票率会是51.2%。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说实话就是。那个错误是个低级错误，根本不应该犯。很多其实现在看到国民党的委员进入到第2阶段，如果说被大家预估，可能比较有可能进入3阶的，但是都尽可能，要不就低调一点，要不不说话，选区服务啦或者什么都在这样。那巧芯如果要证明，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国安局长讲他不是共谍或什么，他要讲那适不适合，当然大家可以讨论。但当把这些摆进来以后，这真的对他来说就是非常伤的一件事了。当然哦，罢
罢免跟选举一样，我们都说选举犯错越少的人越好。你每一次的错，你很难评估说，这一次的错会掉几票，这一次的错会掉几票，这一次的错会激怒多少人，你很难评估。但是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少犯错。那显而易见，这一次的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错，所以巧芯的危机处理也很迅速，然后多次道歉哈。刚刚大家也都说了，很少看到他这么低姿态的道歉，是因为他自己也发现说这个是对当事人一个很大的伤害哦。那起因就是同名同姓，然后 Google 用了一个有照片的人物质，可是确实是过去有一个吴钊燮部长的助理被调查共谍案调查，这个是事实但他用到同名同姓的照片这个乌龙上一次周刊也发生过嘛，说这个中公有用人头中公保全的经理用人头捐款给柯文哲，结果也是同名同姓。这个就是你接到爆料以后，或是你查证的时候，只用 Google，然后去用名字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像游淑慧这种菜奇亚米你去 Google 会有一堆各式各行各业的所以这当然在查证上是很危险的那至于说像现在民调其实党部自己也有做民调巧芯自己有做民调跟外界公布的不太一样目前还是反罢的人多数一点，我们自己做的民调。好，不管哪一份对哪一份错，但我们要知道罢免这个跟选举的不一样是，选举是2造。对我跟小玉，我骂他，他骂我，互相骂，然后选民就看不懂就选自己相信的，或者是2造都会互相检验。可是罢免只有一个人被检验就是被罢免的人被检验，所以你任何的错你都会被放大。然后现阶段因为支持巧芯的人没事可做，真的没事可做。像我在内湖南港遇到很多支持燕秀，就问我说：“我要去哪里联署支持李燕秀？”我说：“没有，支持不用联署他现阶段没事可做。”只有到第3阶段的时候才会要出来投票嘛所以现阶段从过去历次的罢免的民调都一样在第2阶段之前都是罢免方第一个气势比较高。在第2阶段之前都是罢免方第一个气势比较高，第2个表态率比较高然后支持的人的那个还没有出来，那个整个氛围还没有出来，所以决战点会是在这个罢团第2阶段把名单交出去以后，会有40天的查对期嘛。那时候换变成罢免方没事做了，他只能一直宣讲，可是他已经没有联署这个动作了，他就等着查对嘛。可是这个时候被进入第3阶段的人，他就要开始去诉求自己，为什么要希望大家出来投不同意票？这个时候2造的民调才会慢慢的比较接近真实越接近投票前的民调永远是最真实的那当然现在民调是个警讯尤其是上一次这个有台的这个民调，因为它被认为说是对蓝营比较应该是过去对蓝营比较有利的，就做出这样子的这个数据我们当然是有吓到啦。其中有一个数据是我比较警惕的，就是里面有提到说20几吧22还是20几的，去年投票给徐巧芯的人，然后这一次支持罢免他，那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就代表说这一票可能是中间选民除了蓝绿固有的支持者以外，中间选民动摇了那中间选民会不会出来投票，我们不知道。可是当你原本你的支持者都动摇的时候，那这个当然就是他必须要花更加倍的努力去重新赢回他们的信心。所以现阶段国民党的很多立委都采取就是少犯错，然后低调这个是大家共同采取的方法。小雨，我们常常讲，你看球赛，对，一般尤其是时间快到，譬如两边僵持的时候。时间快到的时候犯的那个错误才叫致命的错误。第2阶段联署其实对罢团来讲的话，差不多也已经快到尾声了。那算时间，这个时候发生这件事情，那势必会对于在那个选区的一些选民，刚刚讲他太太这么生气，他去做这些，一定那个感觉上那个强度就会等于是更强的一段。对。但是除了巧芯之外，我们本来都说巧芯这选区比较偏蓝。罗志强这个选区蓝到那应该我大安区啊，对嘛？就应该大家都说那应该是蓝中之蓝，对啊，宜祥也是啊，是吧？但是第一个被
被宣布说2阶过的，对，是罗志强。对，当然国民党后来我看到媒体上，国民党发言人他们也有出来讲说，没有，他们自己做的民调不是这样。但是不管你说两边民调或怎么样，当这个被拿出来，罗志强也只能对着镜头很有风度的讲说，就尊重霸团所有这些权利。但是显然心里面想说，这个如果要是连这个地方蓝中之蓝都已经过的话，那对国民党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一些压力啊。确实啊，哈，我2件事情，第一个是徐小新啊，徐小新就说他今天虽然鞠躬道歉，可是你去看他的脸书啊，他并没有把这个人的名字撤掉，对，因为。他这个你就对，像我本来这个还没有这么了解这件事情，结果我是因为看他鞠躬道歉，我再回去看到他的脸书，我才连这个人的名字都还在。那我就觉得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是错的，你是不是应该把你的脸书整个就把它拿掉？他照片是拿掉，但是这个人名字还在，所以我认为他还有另外一个企图啦。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说，他不是认为他指控的那个是同名同姓吗？那如果到时候真的就说他指控的那个人真的是间谍的话。那他不就说你看我抓到了，我就跟你讲过这是对的，就变成说不是，可是你就算抓到了，就算这个人是对的，但是你还是污蔑另外一个对啊，对，可是你就会觉得说他现在是不是想要赌一把，就说啊，你看我还是对的这样子，但是没有人这样道歉就对了。就没有人道歉道一半的啦。你要是觉得是错的，你就应该整个连名字都下架嘛。现在你去看他的名字还在啊。好，那再来讲到罗志强啊，罗志强我觉得蛮特别的是说，这个霸团不是大安强公布他2.4万。那我这边问一下宜翔，这个他的那个2.4万是有含这些议员送过去的吗？应该是。就是总结了，就你们的扣打都算进去了，因为还有20天嘛。因为2.4万它是法定门槛，对，它还是有一个安全的这个所谓距离要跑了啊，所以我认为说他们还在冲刺啊，他们确实还在冲刺啊。其实接下来还有很多大型的活动。对，如果说这个没有含议员的话，哇塞，那这个分数可能会往上冲，因为毕竟在这边还有3个，包括宜翔嘛、王敏生跟简舒培嘛。如果说这个议员他们的扣打再加上去的话，那可能会更高了哈。但是我觉得今天很有趣，就是我们有跟霸团聊天啊，他们有私下透露说其实罗志强在台北市的这个罢免份数是所有5个立委里面最少的。对，5个立委是里面是最少的。他因为门槛低啊，所以他已经公布过门槛。对，但是其他的霸团其实在台北市几乎都已经在2万到3万。对，那为什么先公布它？因为这个是有个指标性意义嘛。因为刚刚讲的这个地方是非常深蓝，那我就以我自己的这个例子啊，我可以感受到那个氛围。你知道，像我走在路上，因为我们那边大安的那个选区嘛，那譬如说有比较像军公教的那种比较年长的长辈啊，他走过来，我就会有点害怕，蛮抖的。我想说他会不会过来就骂我说，像以前韩国瑜那个骂韩国瑜的时候，他常常会有人骂，我们在餐厅排队就有人骂说，你说我没够这样子。哎，请问当有人跟你讲你说我没够，那你怎么回？谢谢。不是，我都会跟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有没够？没有啦，就这种有什么好吵的？那就是我们批评别人，当然也要别人接受批评的事情嘛。那我就说，好，那谢谢这样子。那对我也会有抖啊。那走在大安区的那个路上，那个年长者靠过来，我也会想说，他会不会要骂我这样？结果他没有哦，这次我走在路上，他就比赞，他说赞。加油，这样子，就是人数还不少，这样哈，会感受到这样的氛围。当然啦，你也可以说不喜欢我的人就这样切我这样走过去，就还是会可能有，但是就比较有风度啦。就跟那时候罢韩的有点情况不一样。可是我还是有点感受到说，你知道这边有联署的人啊，他就会偷偷跟我讲说，我跟你说，我有联署。那我那时候心里其实想说，我这个联署就联署，我们不是民主社会吗？干嘛搞得好像地下革命一样？我跟你说，我有去联署哦，赎回算了。我跟你说，我有去联署哦，这样。你跟苗基讲有比较好。跟我讲。我跟你说，我有去联署。我没有联署，因为我不可以联署。没有了，就是你还是会觉得说，那我们到底在干嘛？这不是中秋节杀打。对啊，你这个就是民主啊，你有签你就签啊，那就怎么样呢？对不对？对，你还是会感受到那种很有压力的一个氛围啦。那我最后要讲的是说，我觉得国民党的回应也很好笑。他其实就跟徐小新跟王宏威每次就是说他们很危险的时候，国民党就告诉你2件事。第一个就是用另外一个民调跟你讲说，没有，他们不危险哦，这样子，就是说他民调还是很稳这样。那反而罗志强自己在脸书上想说，其实我还是蛮危险的啦。那你国民党你要告诉人家不危险，那好啊，那选民就会觉得说，那你不危险，那我就不出来投啦。那不是就跟这个他们立委所设想的，就是你要出来投啊，要热战啊，就爱兵之态。
对啊，可是我觉得国民党永远都学不会教训。你从王宏威、徐小清，我们就一直跟他讲了，你不要再一直讲说他们不危险，他们不危险。可是他明明你这样子，就会反而让你支持你的选民是松散的。但是更好笑的是说，国民党还讲什么呢？他说：“你们这些霸团哦，造假抄袭是伪造公文书，要判7年哦。”他就指控人家说你们要小心哦，还没有到指控啦，就是有点好警告啦哈。那你这件事情不是对国民党来讲更大的讽刺嘛？你想到那个造假抄袭，第一个就想到那个台南已经有羁押2个了，到现在还有事，应该有事啊。那再来你的李孝亮，你是不是要跟他讲？他妈妈都已经紧张到说，我自己还要组一个基友团，所以我是说，你国民党你发这个声明去警告人家说人家抄袭，那你这个不是此地无银吗？这反而是我觉得这个蛮好笑的。但我好，李孝亮这件事情一直延烧这样。看得出来，他妈妈，你可以啦，为人父母，你可以想象出来父母的心情啦，或者什么。是，可是他妈妈现在看起来，这件事情没有要让他稍微沉淀呢。他还讲说要去，刚讲说要组织一个集合团，对，还要去集合小组，对。这李孝亮呢，就是从他的教育背景来说，妈妈的知识水准应该也相当的高了。既然苦劝不听，放话国民党也没什么反应。所以他说，既然我还是一个李孝亮的妈，那我适度的介入啊，但是重点是在于说，他会组一个团队去做这种审核。你们2阶段送回来的联署书，你需要附上一个什么呢？需要缴交一个这个叫做提交本份联署书负责公民，也就是说你地方头人收了几份联署书来，请你造册。这个不是我们联署书一般讲的那个邻里造册对啊，不是，这是他们另外再造的册。好，你交10个人啊，就请你填10个名字，含他的身份证，然后呢，谁负责查核？你交这10份上来的人啊，讲你是公民议员都一样，请你在这边签名，然后身份证末4码，联络电话，也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画押。这10份如果是假的，之后就是你去负责了，不是我们家这个，不管你要加李孝亮还是不孝亮啊，这个都不是他负责。如果是假的，之后就是你去负责了，不是我们家这个，不管你要加李孝亮还是不孝亮啊，这个都不是他负责。现在就是这一个画押的人要负责。对，可是这个是要如果要去罢吴沛忆的签的联署的。对。然后现在是李孝亮他妈妈说他希望那些人要来签这个。对，如果你要交10份回来，你拿这一叠联署书，像我这边有徐巧芯的1叠的，你交这1叠的回来，请你把这1叠也造册了，然后你签名，我才愿意收，证明这1叠是真的。由你来证明，因为我没办法。这是制式的吗？这个不是自私的。对啊，这为什么他们要照着这样做啊？因为很明显嘛，就是要把李孝亮的法律责任适度的在2阶段分摊给这些去收集联署书。所以呢，李孝亮的母亲已经把这一份联署书执行方式传真给每个议员办公室以及万华区的里长办公室、中正万华区里长办公室。好，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当然是没有强制力了。对啊，比如说钟小平议员他收个2万份回来，钟小平他怎么会这样做？钟小平一个性应该是不会理他。对啊，但是他的意思说我已经叫你这样做。OK， 那之后呢？你这个2万份我搞不好就不算。我就说你这个没有人认证嘛。即便你交了2万份，我最后造册的时候我不把它加进去啊。好，可是认不认证也不是他决定的。不是他的做法是，如果有人检举，然后有人这些名单是所谓的往生者，或者是抄袭、有伪造文书问题，这都不是我儿子李孝亮做的，所以他等于只是在做这一方面未来的一些他是在做这个卸责的部分啦，哈。但是呢，某种程度上，你丢这个东西出去，是不是制造2阶段联署的困境？对，因为有一些再怎么笨的里长会觉得我何必再跟你沾这个东西？我何必去冲那个量？你到时候这个东西少了这一份，他会说这些里长的全部都没有，因为回来的时候，然后这个里长拒绝签，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到最后面是不是很容易按图索骥抓到这个部分？就像台南的部分，真的他们据传是真的就照那个联署的名册一间一间的去问，
就是真的查水表。台南已经到了实质去查一阶段的水表，就是地检署的相关的调查人员就直接去问啊，真的有联署吗？如果是这个人把他交上来，那可能这个就约谈，好像又交保了一个那据传其实早就已经知道，据传就是有人说他是抄的，所以才会造成那个副主委被压。那大家都是很关切谢龙介会不会烧到他身上。但诚如我过去在很多不同有台节目还有这边都有讲过，就是谢龙介因为很长时间无心于地方党务了，人都在台北啦，所以地方上认为应该是烧不到谢龙介，但会不会直接从地方党部副主委烧回党中央，烧回主发，因为是从主发发下来的嘛。我认为这其中还是有一些空间在，但真的要看全台湾侦办的进度，因为真的就我了解，不止一区在办，很多区都已经到了实质进程，甚至像我们刚才讲李孝亮的台北有一些台北市的蓝营的朋友跟我讲，他们就觉得7月办的鸭子和4月办的黄旅应该是差不多，所以差不多应该到了要约的时候了。依照检举后和约谈的时间点，所以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当然大家会说，焦点好像不在大罢免都在关税那一边。但是如果真的案件侦办突然一下子上升，我觉得后续还是会有一些议题发展的空间。亚敏，请问一下，第一个像台南这个案子，前一阵子不是就有媒体分析说，他可能会延烧全台，对。甚或会不会往中央烧？这个对蓝营来讲的话，势必在这整个，因为蓝营也推了12个要罢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一定会是一个不管实质上或心理上的压力。第二个，大家都在讲说，不管蓝营绿营，只要被挂上那个要被罢免的，一定都要降低那个仇恨值。台中清泉岗这件事情，蓝营怎么会那个委员会发生像这样的一些事？那相对来看，绿营也有12个人。已经第一阶段过了，那为什么在这个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时候，你很少听到绿营这12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类似像这样的一些错误啊？其实我必须讲了，任何一个被罢免人他在整个过程里面，尤其因为你是政治人物你不能因为被罢免因噎废食，你就不质询，你就不去服务但是你要去质询，你要去服务，你就要更谨慎。是不管是刚刚讲的徐巧芯，还是说像黄建豪，他在这个交通委员会被部长直接打脸，我觉得我必须说，因为现在都有专人在盯在看你们这个质询里面，尤其大团不是都讲说他们是每一个人在盯着，然后就只要你的有什么，他们马上就弄出来，以后梗图什么就出来了。没错，直接做成这个小短片，然后呢网络上就开始传嘛。那当然老实说了我说这些都还算是小打小闹了就是说这些都是花絮型的，比如说。我说实在，就算今天一个立委台中立委，他不知道清泉岗机场是军机，他顶多叫蠢顶多叫蠢，还没有到坏。OK， 就说他没有违法嘛。对，我不知道嘛。对，只是不应该出现。只是说你身为一个国会议员，理论上你是做好功课才去质询嘛。当然那你最多就是就会被人家嘲弄一下但是你要说这个就会导致大家去恨你、去罢免你，我觉得倒也不至于。但是罢团就可以拿这个来攻击你，这个是难免的所以对蓝军来讲，我觉得第一个要避免类似的错误再发生。比如说刚刚讲徐巧芯那个，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嘛。你那张照片放跟不放有差吗？他还有职险，他职险放错。对，我说单位谁知道单位在哪里很重要吗？你只要说还有一个姓何的，就我了，还有一个姓何的也卷入这个案子，有没有这回事？你们是不是在查？不就好了？你又不是剪掉，你为什么要在上面讲成一副好像你什么都知道？不需要。所以我说他犯的错就是在于说，他觉得他在这个什么伸张正义或什么的，可是那个尺度拿捏，我讲他以为他做的是对的，可是当你今天翻车的时候，那个伤害就更大。那这个是现在蓝军必须要，我觉得某种程度他们也想要表现，尤其刚刚讲到徐巧芯为什么要在那个议事场上要问国安局长说，我是不是什么地下党员？那当然就是因为曹兴诚每天一天到晚用这个共产党地下党员在称呼所有的国民党立委嘛。那其实我必须说，不需要用这种方式问。对啊，不需要。但是他这是为了他的政治攻防，这是符合徐巧芯风格的政治攻防的问法。今天如果他不是这样问，他不是徐巧芯。只是他今天我必须说他犯了错。就是该道歉，没有错了。当然，那现在我觉得对蓝军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
刚刚也讲了很多，为什么？比如说像罗志强强哥哦，为什么党中央都会讲说啊，没有，那边其实民众都很支持他们的民调其实反霸的多2成，就是他们的第2阶段的策略，就是要所有人通通都要讲的一副云淡风轻哦，我们永远都是领先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今天你自己都所有人都说，哎，对他完了，那个会有那个叫做风向倒的那个危机。OK， 会有大量本来犹豫要不要去签的人，通通就这次我要把你推倒了。那叫倒众人推的。对，我就是你会倒嘛，所以我通通都会，所以那个在最后联署最后阶段会变成爆冲，那个联署分数会增加。所以对蓝军来讲，没有，我们做出来不是这样，他要制造一个这个叫做悬疑感。可是对老师，我在像强哥他们其实都知道这个第2阶段一定过。徐巧芯、李彦秀，就台北的基本上这几个，大概只有赖士葆比较可能没有那么顺利，其他基本上应该都会过。那如果都过了，其实他们早就在做所谓第3阶段的准备。可是对国民党来讲，我不可以让因为你一个过，导致所有国民党讨厌国民党通通出来联署，那就会更多人那个是这个血流成河。所以我就蓝军他们就是说，他们党中央的策略是要告诉你，没有，现在没有那么多人挺罢免。可是呢，地方他们其实每个人都很清楚，现在罢免的那个火是烧到什么程度，所以有一些都已经在准备第3阶段了。我说那个策略会看起来矛盾，其实不矛盾。只是说，我觉得国民党他们现在与其要去跟人家打嘴炮，不如啦，多做一点实事，把整个所谓仇恨值的部分真的具体的降低。那这个需要我必须说，这个连幕僚团队都要去配合。因为如果你今天你会建议像具体的降低，他们要怎么做？他们现在都已经尽量，譬如说那种争议性的发言少，政治性的发言少，然后他还能做些什么？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这一次我们前面讲到那个川普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关税战这些议题你不需要唱衰政府你不需要唱衰政府这第一个。像卢秀燕的做法，对，一出来就讲大家一起支持赖清德总统太院长。其实蓝营的县市长都在做叫做解决问题，希望中央地方合作。对，可是当你今天蓝军的，比如说意见领袖，比如说今天很多的标题都是说蓝营要什么什么报复，其实不是那就是赵少康赵大哥，或者说其中几个特定的意见领袖的说法。那这时候，如果今天你蓝军没有办法管控这样言论，你自然而然就变整个蓝营就是这个意见的这个氛围的话，那反而会让你中间选民的部分那个仇恨值会提高。所以我说这一块可能是国民党现在要特别注意。不过现在如果整个大家一次盘点，因为第2阶段对绿营不管是民团或是绿营，现在要罢国民党的那个35位，现在盘点，我看媒体上讲说大概有10席左右，看是过有12席是非常危险的，到底有多少席？我从最艰困的选区就来评估啦。如果以双北最艰困选区是谁？不是罗志强。如果说罗志强2万4是一个门槛嘛，其他的应该都已经超过2万到3万之间嘛。那最困难的叫做洪孟凯，洪孟凯要38000个联署书，他才能够去罢免2阶段才会过。结果你知道那么大的一个选区，因为洪孟凯那个选区非常大，什么林口、巴黎都算他的选区。他们竟然已经率先突破3万份，只剩下8000份所以对于门槛的突破，他们非常有信心啊。所以如果连洪孟凯最困难联署的双北铁区都已经联署到3万份的话，表示双北的这个都会地区都因为所谓的徐小新效应也好，那个傅昆萁效应也好，热起来的时候，媒体效应一传播，这些选区，我觉得双北选区至少有8席，都有可能过2阶门槛。那我们讲最艰困的选区，最艰困南投算艰困选区，因为是乡下地方嘛，讯息传播比较慢，组织相对来讲会比较重要的一个选区。那苗栗也是，尤其是苗栗是超艰困选区，结果苗栗跟南投都双突破，4个人都双突破1万份，而南投只要19000份左右
就可以达到门槛哦。也就是说，这2个选区都已经突破50%了。他们还有时间再往前冲。如果再加上民进党的所有的组织部门，我那一天在花莲就看到客家部的主任就在那边不断的在跑客家庄嘛。那苗栗或者是南投一堆的客家庄，他们有一些复式的动员，不只是地方的议员而已，什么妇女会啊，什么赖清德之友会，这些如果全部都动起来的时候，如果这些组织系统一交建，有没有可能突破这些门槛？所以我相对来讲是乐观的啦。也就是说，目前为止可以看到大概有20个选区是可以突破所谓的2阶段的门槛，而2阶段的门槛只要一过，如果在所谓的3阶段罢免，只要有一半它可以达到所谓的罢免的这个投票数的话，那3、4阶段的所谓的可以让大家这一次大罢免，为什么说我都说是全台湾一个选区一起输一起赢嘛？因为最终目标是要改变这个国会的结构嘛。当我们可以改变这个过半的结构，蓝白过半的结构的时候，黄国昌就不敢大声咆哮了嘛。那整个国民党的立委也会比较刚讲的卢秀燕讲的配合中央政策嘛。那面对所谓的国际危机、关税危机的时候，整个中央政府赖清德政府跟卓荣泰院长才有更大的底气去做一些相关的政策的实施嘛。我就讲卢秀燕讲得很好，880亿要支持。朱立伦也讲啊，880亿不够，2000亿，那财划法要不要修？财划法明年整个要搬3000亿给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根本无能去解决关税所带来的冲击的时候，钱给地方政府干什么？所以这整个的问题一定要改变国会结构，才能够把所有的法案也好、预算也好，在立法院重新来做检讨。淑慧，你们自己盘点这些委员，刚才讲到说可能会有20席要过，甚或有10席会不会过到要到补选？补选就表示罢免过了，要到那个阶段。你们自己盘点大概会怎么样应对？包括这是守的一部分。那另外针对绿营，你们也提了有12席过了第1阶段，那你们针对这些，包括第2阶段有什么样一些的评估吗？我必须要说啊，我只比较了解台北市的状况啊，因为台北市我们最近都也有一直在台北就双5嘛，对不对？对对，讨论在这就是我们5席嘛，然后民进党2席，对，好，我们反罢5席，然后罢对方2席啊。那确实啊，我们的五位立委都已经准备要就是有第3阶段的投票了哈。当然，大家还是希望说，如果2阶没有过就没有过哈。可是看起来哈，应该很难，因为10%不是那么难啊，10%不是那么难，所以很多委员已经开始在进行第3阶段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脸书或是他们的行程哈，其实已经跟选举差不多了，从早上送车到晚上哈，这个跑倒垃圾的哈，大概都出来了啊，然后一直在宣传，就是第3阶段要出来投不同意票，虽然说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啊，所以这已经是我们开始进入作战状态了，这是第一个啊，没有侥幸啊，没有侥幸啊。那第2个针对就是罢双5的部分啊，目前啊，除了就是领衔人这些年轻人自己去摆摊啊，自己去设联署摊位冲以外啊，我们确实也跟民进党一样，就是希望说民意代表啊，也可以尽量去协助开放自己的服务处啦，然后可以去帮忙做街头宣讲啊，然后呼吁大家可以来加入联署哦。那我昨天是听到就是说，其实一开始我们也很担心，就是年轻人他去这个。现在好像看起来气势国民党比较弱嘛，好，所以在罢免吴沛憶那个选区的时候，我们也会担心说，因为现在吴沛憶那个选区还有李孝亮这个争议在，会不会不太好联署？气势国民党比较弱嘛，好，所以在罢免吴沛憶那个选区的时候，我们也会担心说，因为现在吴沛憶那个选区还有李孝亮这个争议在，会不会不太好联署？但昨天他们就告诉我说，不会，一个年轻人说不会啊，我6日去摆个摊哈，我也就连了600多分。我说真的还假的啊？所以其实蓝绿，我想在这一波很对立的氛围里面呢。我觉得已经没有认真在看这些立委在立法院的表现了，也就是蓝的要罢绿，绿的要罢蓝的啊，就是这样。所以当双方的支持者都出来的时候，其实谁都会过10%，谁都会过10%。说真的，就算在最深绿的选区好了啊，大同区也好或高雄也好，民进党的
得票还是有超过30嘛，啊，那同理，即便在大安区，苗博雅的选票也过40嘛，所以我们没有人会觉得说第2阶段谁有心存侥幸这个问题啊。那可是到了第3阶段以后，目前台北市的评估，我们自己还是认为是乐观的，只有一个就是蓝营的投票率，因为我们做的民调里面确实绿营会出来投票的比例几乎叫90%，就是我就是要干你我就是要出来投票。但蓝营目前的投票率这个民调里面就是说会出来投票，大概只有70%那你这就差了20%了。即便基本盘差不多，或是你略胜在台北市，可是当你投票率差20%的时候，就很有可能，因为一定都会过25的门槛，那就一定输啊！如果这样的话，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催投票率的问题因为过25的门槛，现在看起来是应该都会过，对，但是是民进是罢免那一方要催出25的同意票但是看起来应该会过了那投票率一定会高，因为那么多区都被罢免，所以投票。中选会总不会说1个礼拜补选一个吧？应该是一起补选嘛。那一起补选的结果，对蓝绿来说，那就是第2次的选举那大家就知道说要投票。本来还以为说不出来就是支持你不对是出来才是支持你。那这种观念到最后蓝绿投票率都冲出来，还有民众党的支持者的时候，我们现在认为，只要说最后关头投票率可以提高的话，目前台北市都还是审慎乐观呐。来，153你们怎么评估？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当然这个所以姐其实提到他这个分析的部分确实我觉得是这样。民进党对于罢免的意愿一定会高于国民党对于不罢免的意愿。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嘛，一定是有情绪在，觉得你做的不好，想要把你罢掉，大家才会出去投票嘛。但你国民党的意愿就很模糊就说他到底做的好或不好，还是有其他国民党更适合人去做。我自己在深蓝选区，我相信很多蓝营的民众确实会有这个问题例如说赖士葆委员，在我们选区做了超久20几年的时间了，会不会有人自然认为说，我是很支持国民党的，我是深蓝的但或许他被罢掉对我影响不大，为什么？因为我还是有信心可以再去选另外一位国民党的立委上，确实有可能跟大安区其实也是类似所以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当然这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理解双方对于这一次罢免，因为为什么在动能上，我觉得会有落差其中一点是这。第2点，我觉得我自己来跟罢免团体互动的时候，其实我可以深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罢免团体为什么这些志工会愿意花自己的周末、自己的休息时间等等，甚至于连假站出来摆摊宣讲，其实都不是简单的事。我们自己跑过选举，这很辛苦的事情。选举你有一个目标在，罢团也有一个目标在。就是真的是很多的公民，很多平常甚至不参与政治的人，认为说这一次我非出来不可因为我觉得国家没有办法这样子继续空转下去。好，所以站出来。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点？因为这个就是动能。为什么现在国民党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民进党没有这个做的事情，没有提供这些很多蓝营的支持者说我非要整理民进党不可。但现在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从3预算到当时国会扩权等等等等，导致了很多这些公民看不下去，认为说我非常愤怒，我必须站出来。所以这个周末其实我们就大安文山区也好，台北市也好，都很多大活动。民进党星期天会有活动，我们自己文山区星期6会有活动，但这些活动会一路下去。所以我其实也大致同意说，我认为我们第2阶段公民团体这些主导的这个罢免应该都会过，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不能排除说从中重复的、写错的，甚至于有恶意这些联署提供错误名字的，这都有可能OK， 所以如果你排除这些，确实我们法定门槛跟所谓的具有可以通过的门槛，可能还是有一点的距离，所以这部分还是要做最后的冲刺。OK， 看起来关税战在川普突然之间。决定要暂缓90天以后，那大家可能有一个喘息的空间。大家的目光焦点摆在大罢免身上。那第2阶段差不多在罢蓝委这部分大概快到了一些尾声。那大概还剩下的时间要去整理盘点的时候，看看大概会有多少席位过。那对于蓝营罢绿营的部分，那未来会有什么一些动作，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